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第5根手指，代表你晚年运势吉凶，子女能力大小。对照自己的手指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每个人的相貌和外表特征都不同，就手指而言也是如此。有些人手指细长，双手皮肤细腻，纤纤玉手非常漂亮；有些人手指短粗。其实第5根手指代表着你晚年运势吉凶，子女能力大小。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以下小指有关的命理。1、小指短的人的性格。首先我们来看小拇指短的人，拇指长度标准是小拇指长度恰好达到无名指第3指节横纹，小指在第2指节下方。这种人特别会有不婚主义的情况，不喜欢被家庭给绑死，就算结了婚，也不一定会生育小孩。小拇指短于标准长度的体力精力相对比较差，身体的运动速度比较慢，说话也会慢腾腾的。以上特征在幼少年时代尤其明显。手指柔软的能向后弯的人，心比较软，经不起别人说好话求自己，容易改变主意。小拇指短表示性急，判断力灵敏，工作迅速，但易于冲动，缺乏忍耐力。短而粗者主思想伶俐，但多虚伪；肥满者懒惰，瘦弱者好思想研究，有吝啬倾向。小指指基过低的人可能会非常害羞，缺乏足够的安全感，自信心不强。另外，小指短的人会比较胆小，且显得十分小家子气。小指的第1节骨节明显的比第2节骨节长，明显的表示这人是有语言天分的。如果小指在正常情况下有轻微弯曲的，代表这人做事时是容易偏心。化解：从现在开始，存善心，说善话，行善事，晚年自然福泽绵长。2、小指短的人的子女运。小指管生殖功能，过短的小指表明生殖能力一般。由于精力不足，男女常处于疲累中，婚外情机会不高，晚年会留在家中相伴到老。由于小指代表子息，所以小指短还可能说明子宫会出现异常。小指代表子女晚辈，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，表示子女不给力，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，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。从医学的角度而言，小指是肾的反射区，小指较短意味着心脏、肾脏、生殖系统可能出现异常。3、小指短的人的事业。小指长是有商业经营能力或表达力，小指前端超过无名指第1、2节的横纹处。小指长代表能言善道，性好强辩，也代表经商能力、商业敏锐度，且易自我强势，好权谋，攻心计而得罪他人或人缘不佳。小指形状端正秀长，不歪斜的人，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，身体犟，可享高寿，子女贤孝，可以安享晚年。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，代表老年时期运势减滞，并需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。小指尖端不超过无名指第1节节纹的人则比较适合没有约束的行业发展，例如业务、老师、医生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自由业等。4、小拇指短的人易受人摆布。小拇指短的人比较天真，容易被人利用，以致上当受骗。一般而言，小拇指的长度还不到无名指的最上面关节的人，比较忠厚、单纯，但为人固执，不懂得变通，再加上语言表达能力较差，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处理得不是很好。此外，由于这类人比较天真单纯，容易相信别人，因此容易被人利用，以致上当受骗。如果从事买卖，往往是血本无归。具体而言，小拇指的3个指节当中，指节最短的就是你的缺点所在。指节头最短，说明此人表达能力差，加上天生害羞，很难让别人了解自己，人缘也相对比较差。中间指节最短，代表这个人为人忠心耿耿，
处事态度经常保持一致，立场不易改变。这看似优点，其实不然。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人不知变通、顽固、偏执，手指底部一节最短，代表个性天真，容易相信他人。这本是好事，但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，所谓天真很容易变成无知，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。5. 小指过三关，不愁吃喝穿。然后我们来看小拇指长的人。中国传统相学云：小指过三关，不愁吃喝穿。小指过三关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伸出自己的手看看吧，注意男左女右哦。如果男人的小指长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节，由下往上数，即第3节，那么说明你的财运会很好。而对于女人来说，她的右手的小指长过无名指第3节，则说明她的夫君的财运很好。不管男女，如果双手都是小指长过无名指，那么说明这个人乐观而沉稳，热情且自信，有决心与毅力，能够具有好长一段财运旺盛的日子。总之，小指长过无名指最上面关节的，说明福气好，超过越多越好，男左女右。另外一个代表你配偶。结合纹路来看，小指下面是竖纹、财帛纹，竖纹长、深、直，或者没有杂纹和刺纹，那么你的财运会更好。小指长度在无名指第3指节横纹之下，在无名指的第2节位置，也称小指过不到3关。其实大多人的小指长度都是这样，主要原因是小指的起始位置较低，小指指基过低的人可能会非常害羞，缺乏足够的安全感，自信心不强。另外，小指短的人会比较胆小，且显得十分小家子气。6. 小指没过3关的化解办法。倘若一些男女朋友自己的小指没能长过无名指第3节，是不是就财运不行，一辈子受穷了呢？也不尽然，因为尽管指相学是如此断定，但是还有看你的命理八字如何，你的大运流年如何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如果你的小手指不够长，那么就养小手指的指甲超过无名指的第3节，也算是后天补上化解了。也可以用红丝线在无名指上缠绕3圈，相当于让第3关降低高度，那么自然小指就长过无名指的第3节了。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，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发现某些戴戒指的朋友，在自己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用红丝线缠绕，也包含这方面的寓意。从生育的角度来看，小指长过无名指第3节的朋友，往往生男孩。如果夫妻2个均是小指长过无名指的第3节，那么概率会更高。小拇指长的人桃花运，小拇指长的人有魅力，能言善辩，容易受到异性的关注。小拇指的长度超过无名指的最上面那个关节的人，能言善辩，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观察力，表现欲较强，容易吸引异性的注意力。但这类人缺乏纪律观念，不喜欢被约束，总是我行我素。小拇指长的人升职能力强。具体而言，小拇指的3个指节当中，指节最长的就是你的优点所在。指节头最长的人具有无限的魅力，能够吸引人，而且语言表达能力较强，观察力也不错，不容易上当受骗。中间指节最长，代表天生擅长照顾人，并且忍耐力极强。不少医生、护士、幼师都拥有这样的指节。手指底部一节最长的人喜欢自由自在，向往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。此外，这种人能言善辩，喜欢讲道理，拥有2条明显、几乎等长的婚姻线的人多有异地情缘。2条长度几乎等长的婚姻线，可能代表会有异地情缘。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也是人生不可错过的幸福。不过，需要注意观察2线间的距离。若是距离较远，有4至5毫米，表示婚姻和谐，但会有一段时期因工作或出国而使得夫妻聚少离多。不过当双方在碰面时，感情反而会变得更甜蜜。若是2线很接近，
间隔仅1至2毫米，表示三角恋爱或婚外情；若上线较粗深，下线较细浅，表示婚前有三角恋爱，反之则是婚后会有婚外情。有这种手相的最好不要早婚，因为如果太早安定下来，心智尚不成熟，很有可能会再婚。两条几乎等长的婚姻线，如果有4至5毫米的距离，表明婚姻和谐，因工作原因会短暂分离，但不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。两条婚姻线如果有1至2毫米的距离，表明会有三角恋情或婚外情出现。小指戴戒指可招财增运，手相的大拇指与小指多与财富有密切的关系，尤其小指更要行美，长度要平齐或略微越过无名指1、2节间的横纹为佳，代表一生积极努力赚钱或容易得到钱财。若小指未超过无名指1、2指节的横纹，则可留指甲至与上述指节平衡或超越，此对财运有辅助作用。另外，亦可在小指上戴上一枚戒指来为小指招财增运。总的来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任何人的相都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，当然也有某些特征是固定不变的，比如人的手指的长短，就是从生到死都是固定的。变化的东西蕴含着运势、情感、健康的变化，固定的东西则反映一个人先天的某些特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